最近，台军一名雷达兵被台军逮捕，因为他在网上揭露了军队内部情况，发布的解放军动态更是全部为假。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在解放军的环岛军演结束后，台委防务部门就对一名雷达兵进行了侦办，并且因为违反军规要将此人逮捕。有些人可能在这儿就会比较奇怪了，这名雷达兵到底是干了什么会被逮捕？原来这名台军士兵是在网上发文吐槽了台军内部现状，被台防务部门知道以后大为震怒，认为这人是在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所以要严惩。按照这位台军雷达兵的说法，台军在面对解放军针对台岛进行的演习时，关于解放军的动态报告全部都是假的。表面上说是对解放军全程监视，掌握全部动向，但实际上连任何情报都不知道，凭借这就想守卫台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吐槽完台防务部门在解放军动态上造假之后，这名士兵又吐槽了在雷达站上值守的其他士兵，比如说某位下士很喜欢在上班时间玩游戏机，因为他是军官的亲戚，所以没有丝毫忌惮。面对台军内部出现的问题，长官并不想解决，而是想要掩盖问题。如果说这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那就去解决掉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这样的话就彻底没问题了。在对付自己人这块，台军可是专业的。这位台军士兵还表示，他的长官时常带着手下关系好的士兵去打牌喝酒，解放军的军机军舰过来了也不知道。解放军明明都已经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都快到临近区了，结果台委防务部门把解放军的动态 P 图 P 了一下，直接 P 到西边去了，这样解放军就没有越过海峡中线，大家也都相安无事。这名士兵还表示，雷达作为其他部队的眼睛，如果说眼睛都瞎了，那还怎么和别人打仗？自己作为一名雷达兵，虽然没有那些军官的资历深，但他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做人不能虚伪，不能够表面上说着对解放军动向全程掌握，但实际上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当这名士兵的话出现在网络上之后，便引起了热议，而这也引起了台防务部门的注意，准备逮捕这人，并声称他是在造谣。不过说是造谣，但实际情况可能有不少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拿最简单的台岛花莲地区上空传来的4声爆响来看，面对这种居民区上空传来的声响，台委防务部门应该了如指掌才对。但无论是海巡署表示因受到军演影响停止实弹射击，并不是自己引起的，还是台军 F-16 战机在当天并没有进行超音速飞行测试，也不知道是谁引起的，都足以证明台委防务部门对情报的一无所知。当时还有不少的人认为这是解放军战机在台岛上空超音速飞机引起的，因为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前一天就发布了视频台岛上空的声音，结果第二天台岛上空就传来了连续4声爆响。还有所谓的海峡中线一事，解放军多架战机都越过了这所谓的海峡中线，进入台岛周边以及上空执行战备巡航任务，战舰更是越过了所谓的24海里和12海里警戒范围。台军派出舰艇和解放军对峙，结果解放军无视威胁继续前进，而被无视的台军舰艇也不敢真的驱离，因为一旦动手，自己绝对是被吊打的份儿。不过这面子虽然丢了，但是不能让别人看到，所以在台委防务部门的通报中，就是解放军并没有越过中线，和解放军的对峙更是展示了台军的威严。只不过当对峙的现场画面和声音出来后，台当局瞒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承认解放军已经越过了所谓的海峡中线，进入台岛周边。在战机数量上也是，根据日本自卫队的报告，仅山东舰就在台岛周边进行了120架次的飞机起降，算上其他参与巡航的战机，数量只多不少。结果在台委防务部门公布的数字完全对不上，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瞎编的还是抓阄抓出来的。面对这种情况，台军内部已经有不少的士兵都感到绝望了。这次的吐槽还能算是好的，
更多的台军士兵则是完全躺平，能混一天算一天，实在混不下去，或者解放军千军万马过海峡了，那更简单，直接打计程车回家便是。就像之前某位台军新兵的父亲对其叮嘱的那样。